making sure that we're able to make every single solitary person eligible for what I've been able to do with the COVID. Excuse me, with dealing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to do with. Look, if we finally beat Medicare. 欢迎收看投资印总经。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场辩论在美东时间6月27日晚间登场。拜登微弱的声音、结结巴巴的论述，让媒体用灾难来形容他的表现。民主党甚至有部分人士直接说完蛋了。今天这集就让我们来聊聊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一面倒，川普躺着也能赢吗？根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和易普所合作，在5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选民最重视的3大议题分别是经济、通膨以及犯罪问题与人身安全。虽然拜登的身体状况和川普的谎言成了这场辩论中最受瞩目的话题，但整理2个人的发言内容，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回应民众关切议题的5大重点。第一，美国经济。通膨让民众日子很难过。拜登强调，川普留下的经济情势就像一场灾难，是造成通膨飙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川普则反驳，他主政下的美国没有通膨问题，是拜登搞砸了经济，才导致物价大涨。他还强调，通膨正在杀死我们的国家。相较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失业率一度超过 14% 的惨况。目前美国经济情势相对稳健，失业率维持在 4% 左右。衡量通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的年增率，已经从2022年中旬的高点 9.1% 降到今年5月的 3.3%。而美国联准会最重视的通膨指标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5月的年增率也降到了 2.6%。虽然通膨明显降温，但还不足以让民众有感。6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5月的 101.3 下降到 100.4， 主要是受到高通膨、高利率环境影响。对于消费占经济活动比重达到70%的美国来说，这并不是个好现象。再来是第2点，移民政策。移民数量大增被当作拜登的弱点之一。不过，拜登在今年6月初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使移民申请庇护政策变得更严格。美国政府声称，这项新措施才上路3个多礼拜，非法越境人数预估已经下降40%。不过，在川普看来，拜登的边境管制措施还是不够强硬，导致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犯罪率也随之攀升。他认为，最近有一个12岁的美国女孩遭到委内瑞拉非法移民杀害，就是拜登移民政策造成的结果。然而，这次辩论的主办单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事实查核，引述了联邦调查局 FBI 的报告指出，2023年全美犯罪率普遍下降，谋杀及暴力犯罪分别减少了 13% 和 6%。在说明第3个重点之前，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财讯的周年庆开跑咯。现在订购杂志1年期以上的读者，不仅可以抽限量版一卡通，还能享有全年最优惠的价格。快来跟我们一起追踪产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吧。第3，俄乌战争，美国能让冲突落幕。拜登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丁是想要重建苏联帝国的战争罪犯，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都有提供乌克兰武器支援，帮助他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但川普却是个打算退出北约的人。If we had a real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that was respected by Putin, he would have never invaded Ukraine. 川普认为，如果是他执政，俄罗斯永远不会对乌克兰动武，并强调自己能够让俄乌战争结束。I will have the disastrous war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settled. It will be settled quickly. 不过却没有说明具体的策略。俄乌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超过2年，对于美国要不要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和金融援助，美国民众的意见不太一致。
去年底，《金融时报》和密西根大学合作的民调指出，有将近一半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在援助乌克兰这件事情上花了太多钱。第四，适任与否、人品、能力和健康状况。今年5月底，川普因为封口费案遭到指控的34项罪名全数成立，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个被刑事定罪的前总统。然而，今年7月1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川普在上个任期结束前的部分行动可以享有刑事起诉豁免权。也就是说，川普涉及2021年1月6号国会山庄暴动案的官司，在今年11月总统大选前，几乎可以确定不会审理。这对川普的选情可以说是相当有利。对于这件事，拜登回应，没有人能凌驾在法律之上，即使是美国总统也一样。不过，拜登的儿子亨特因为非法购买枪支遭到定罪的事情，也对拜登的形象有所伤害。除了司法问题外，拜登和川普的年龄分别为81岁和78岁，外界对于他们的健康状况、认知能力是否可以升任国家领导人职务，也多半抱持着质疑的态度。即使拜登信心十足地表示他的能力强过川普，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民调显示，目睹拜登的辩论表现后，有 72% 的选民认为拜登不该参选，和2月份的调查相比，大幅增加了9个百分点。最后第5点，外界评论拜登让民主党慌了，川普谎话连篇。由 CNN 委托民调机构执行的调查显示，观看这场辩论的登记选民认为川普表现比较好的人占 67%， 而认为拜登表现比较好的民众则只有 33%。纽约时报则透过社论呼吁拜登退选，即使拜登竞选团队发布声明强调拜登会继续参选，但现阶段还是很难平息民主党内的杂音。为了消除民主党内的疑虑，拜登6月28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活动上卖力演出，在演讲时，他的声音不仅铿锵有力，讲到激动处还振臂握拳。When you get knocked down, you get back up. 另一方面，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克林顿等民主党重量级人士也纷纷公开力挺拜登。至于川普，虽然他在辩论中占了上风，连珠炮般的发言气势强压拜登，但他的言论可信度却相当低。从 CNN 事实查核的资讯可以看出，在全程90分钟的辩论当中，川普总共说了超过30项虚假言论，包括拜登打算对民众加税4倍、美国犯罪率攀升等等，都和事实不符，遭批谎话连篇。这也很有可能成为下一场辩论会民主党阵营攻击的目标。财团粉丝们，您认为哪一位当选后对美国未来的经济走势会比较有帮助呢？ A. 拜登 B. 川普 C. 不清楚。留言告诉我们吧。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我们下次见。